你是不是囤了一堆碗扣在碗盘，却一次都没有点开？买了一堆画笔、乐器，全在吃灰。新书还在塑封袋里，脑海中却早已规划好了人生升华的蓝图。唉，别急，我也是。你好，我是阿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作为一个囤课囤工具的咸鱼啊，我是真的囤不动了，工具爆满，碗盘爆满，但是钱包空空，脑袋空空。因此，阿鱼我决定开启我的小课反攻战。是很清楚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状态的，3分钟热度。刚刚立下 flag 的时候呢，是斗劲满满的，就是我要好好学，好好干，把这些东西都学完了。可是，一旦被某些事情干扰了，打断了我的学习计划，或者是自身懈怠了，然后又沉迷于短视频的快乐，那么这个学习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这一次我决定用录视频的方式来监督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有干劲啊，我决定要日更，1天更他的1篇，结果才坚持了3天我就不行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剪辑的时间比我学习的时间还要长。那我在录我学习时间的画面，那我要找镜头啊，找角度，这些零零散散，再加上后期去剪辑视频的时间，我算了一下，比我学习的时间还要长。这个可不行啊，这个本末倒置了，倒反天罡。于是我马上调整我的战术，现在变成了1周汇总1次。那这个就是我试水的第1周。那这1周呢，个人感觉状态是明显好了很多的，我可以安心的去学习，然后再拿起手机去记录一小段。到了周末呢，再统一的去整理、输出、分享，这个状态对我来说真的是轻松低压，然后又能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现在就进入正题，看一看学习情况。本周的出勤情况，出勤5天，缺勤2天。接下来镜头转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各个项目的进度明细。书法实际工时8小时，本周的状态是很喜欢写书法的，静静地感受时间的流淌，也增加了学习理论知识，查资料，整理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单纯的为了临摹而临摹。下周计划呢，专攻基础线条，复盘临摹逻辑，提升控笔力。速写画画工时0.8小时，第一次尝试速写，效果不是很满意，在这个板块上没有得到正反馈，有点难坚持。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个内容形式学画画，用 iPad 画，毕竟看到自己画的好看一点，更有动力。但是这个速写晚课有时效，那我要不要咬牙坚持再学完？还在纠结中。下周的计划权衡目标，定方向，保持持续投入感。古琴工时4小时，我其实挺喜欢弹古琴的，但是这周卡在一个难点，就很容易退回去弹自己的一些舒适区的曲子。那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我会停滞不前。接下来呢，决定要采取模拟学习法，将外部资源辅助，突破瓶颈那说白点，下周计划就是去找一些优秀的老琴家的演奏视频，去看一下他们的指法，然后再去看看网上各位前辈们分享的一些学习经验，集中突破当前的难点。工时2小时，是我目前所有兴趣爱好里面唯一动作的项目。练起来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特别帅，但是我的手臂并不这么觉得呀，练一会儿就会酸，持续不了那么久。那下周计划的话是纳入一些臂力的训练，提升耐力，这样就可以争取多练一会儿。接下来我来聊一聊我这周学习的一个心理路程吧。刚立目标的那几天我的状态是特别燃的，哪怕20号、21号去参加朋友的婚宴，
我都有一丝丝的负罪感，觉得今天没有学习。但那天看着朋友满脸幸福的结婚，我也很享受那个当下的环境。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误区啊！兴趣爱好学习，全勤不是目标，稳定输出才是。而且生活中有留白日是很正常的。后面我还可能会因为各种的事情，在某一天是无法学习的。我不能因此去内耗自己，而影响到整个人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放过自己，但是也不能太放过自己。比如我参加完婚宴回来22号那天，我就开启了再躺一会儿的模式啊，结果短剧是一集又接一集，一集又接一集，然后一天就快结束了所以我也知道松弛之后的回调能力是我下一步要练的技能。接下来是一周总计，5月19到5月25日之间，阿宇总共学习了15.18个小时，其中2天因为参加朋友婚宴完全没学，有1天下来只是在调整心态。虽然还在适应期，但是阿宇已经完成了从设想走向行动的关键转折，学习状态也由观望型走向了执行型，基础节奏已初步建立，下阶段目标稳定学习频率，突破瓶颈模块，再接再厉。以上就是阿宇本周的相课进度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哪一项也是你正在学的，欢迎留言分享你的学习方法，我也很需要建议，也很乐意交流，这是我从学不动到学不停的第一步。如果你也正在努力去学习这些兴趣爱好，找回自己，但是也要和拖延战斗，咱们一起加油哦！我们下周见，拜拜。